今天来 Costco 加油，这里呢，因为是会员制，所以比较便宜。普通汽油是1公升1.299，比较便宜一点。OK， 通常在加拿大呢，像 Co-op 有人呢会帮你加油，免费服务，但是大部分的加油站都是要自己加油的。今天就来和大家闲聊卡加利今年夏天的考验。首先，亚伯达省发布极端高温的警告。在今年的夏天，卡加利的气温已经创下历史新高，达到摄氏36度。这个礼拜又有高温的警告，显示亚伯达省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摄氏35度。根据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的数据，卡加利市白天的温度将达到35度的高温。但是幸运的是，夜间的温度可能会降到14到20度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喝水，同时避免在炎热的地方进行户外活动，以免中暑。最重要的是，千万不可以把你的宠物，甚至于你的孩子留在封闭的车辆里面。今年夏天的第二个问题是野火烟雾弥漫，使得卡加利市的空气质量非常的不好。大家从影片上可以看到，原本应该是非常晴朗的蓝天白云，最近卡加利的天空都是像这样子灰蒙蒙的一片。加拿大环境部就警告大家，如果人们或动物吸入了隐藏在烟雾中的微米或者是更小的细颗粒，将会影响到肺部以及心脏的健康，特别是有哮喘的人要特别的留意了。更骇人听闻的是，根据美国的研究，在去年8月15号到10月10号的期间，因为森林大火引发的浓烟密布，导致了空气中细微氟微粒，也就是 PM2.5 的含量大幅上升。在同一个时期，当地的新冠感染人数也增加了 17.7%。美国的研究者认为，野火烟雾可能使得人体的免疫力下降，因此导致人们更容易感染新冠肺炎，而且空气中的微粒本身也可能散播着新冠病毒。同时，因为空气质量下降，使得人们更多的聚集在室内，新冠病毒更容易传播了。最后也是最严峻的考验，就是加拿大的4个省份疫情反弹，特别是 Delta 变种病毒病例攀升了4倍。但是就在这个的同时，亚伯达省政府却宣布，从8月16号开始，在所有的公共交通运输工具上，乘客都不必戴口罩。新冠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后的10天隔离期将不再是强制性的。亚伯达省政府也将从8月16号开始取消隔离酒店的措施。对于这项政策，卡加利的抗议声浪不断。在上个礼拜五，包括许多卡加利市医院急诊医生以及市民上街抗议，大家都非常担心，目前亚伯达省这项政策放宽会影响到省民的安全，所以抗议民众希望亚伯达省政府暂停所有的行动，一直到所有的省民完成疫苗的接种为止。根据目前的统计数字，亚伯达省的疫情传播速度比之前的第3波高峰期还要快。Delta 变种病例在8到10天之内就翻了1倍。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预计最快在8月底将再爆发第4波的新冠疫情。医学专家就提出了避免第4波疫情爆发的最佳方法，他们就是接种疫苗、检测、追踪以及隔离。在我目前工作的长照单位里面，就有许多同事在今年退休。虽然他们已经达到65岁的退休年纪，但是他们原本打算再工作个几年再退休。
现在却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，纷纷离开了职场。加上亚伯达省政府计划调降医护人员的薪水，可能会有更多的护士和护工们离开工作岗位。对我而言，也想过这个问题，因为护士和护工的工作是劳心又劳累的，如果在劳动报酬上又不如人的话，那么有谁会愿意做这个工作呢？如果第4波新冠疫情真的爆发了，是不是有可能病人的人数比护士的人数还要多呢？不知道大家的看法如何？欢迎您在视频的下方分享，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吧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粉红天平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帮我按个赞吧。祝您健康愉快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